各位，常言道，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当这个自由女神脱下她的伪装，变成了一个满头金发的胖老头，从胯下掏出了1丈长的关税大棒，向全世界的舔狗脑袋上砸去的时候，那个画面啊，你想想就让人这个极其的感动啊，是吧？所以多么痛的领悟啊！好吧，昨天咱们说到了中国的金融界有2个精美的公知发表了高论，其中呢有一人叫但斌这但斌呢我不太了解他是干嘛的但是呢他转的说中国是乙方跟甲方叫板，那是自己找死。这个言论呢，我发现他是转的逃往海外的这么一个反贼这反贼也是个笑话，是吧？在油管上跪舔那帮这个独轮运的屁股为生。他但斌本身那肯定也是一反贼对吧？天天翻墙，这个转反贼的内容，干嘛的呀？原来我的粉丝给我发资料过来说，浩哥，这个货呀，在中国搞私募基金的，还是搞投资美国股票的私募基金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精美的这么一个公知好吧，那我就要恭喜这个公知了。为什么呢？美国又迎来了黑色星期一川普的关税捅破了天，连续3天的暴跌，今天还没开盘呢美国的股票又开始暴跌了。那这个但斌他这个私募基金怎么样了呢？哎呀，结果也是非常的感人呐。给客户赚不到钱，1分钱都不难收东方港湾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在2021年、22年不好的时候，其实东方港湾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所有的基金只要在净资金以下我们都不收管理费的。还跟那儿叫嚣呢，这可是连续那个暴跌只是第1天但斌还是叫嚣说这是历史的大底，结果后边又2天连续暴跌。在第1天连续暴跌的时候，他这个基金已经损失了 20% 了再加上这2天你就算吧是不是？但斌呢号称有100亿私募东方港湾过去几年呢，东方港湾的产品呢，还有但斌呢，因在美国科技股上坚定的看好而业绩的排名呢，确实是靠前他呢这个最近2年呢，净值呢增长了大概是40-50%，每一年40-50%，那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各位但是呢，今年以来那个他这几个产品的净值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么怎么回事呢？来自私募排名榜的信息，截止到2025年3月31号还没有暴跌呢，但斌的产品回撤幅度就已经超过了22%了22%，这可是暴跌之前你记住对吧？与此相比呢，同期标普500的指数的收益下跌了 4.59%， 它下跌了 20%。 A 股的上证指数的表现才下跌了 0.48%东方港湾的产品净值为什么大幅度的是跌幅大于2个股市的常规指数呢？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呢但斌呢重仓美股的科技股和 AI 股，他一直吹嘘的压住比较多仓位的是英伟达这个但斌呢亲自这个管理的一些产品呢，净值的波动曲线幅度呢和英伟达呢有良好的匹配他的策略就是坚定的看好美国的科技股
买入持有就完了。在前2年的时候，是吧？那可能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但是呢，你要是对比英伟达在前2年的动辄400-500、4-5倍的这种涨幅，但斌的基金的涨幅呢，仅仅是40%到50%，也说明它大幅的落后于了这个股票的涨幅这是为什么呢？就说明这家伙看对了，但是呢这个克服不了心中的恐惧与贪婪他自诩是巴菲特的门徒，其实呢他这心态呢连巴菲特的脚毛都比不上，就这么回事，知道吗？人家涨的时候他滞涨，人家跌的时候他狂跌，所以说就这个猛货那他忽悠的是一批什么样的客户呢？那肯定跟他一样那是中国的这个公知精美的反贼那跟着他一块做这回是吧？好吧，这个4月4号的时候，但斌通过社交平台做了产品运作方面的一个回应说透露了以下信息，说2025年对英伟达的持仓比例进行了调整，降低了占比，但其依然是最大的持仓股票。2025年的2月，他把组合中 70% 的持仓权益资产卖出，并清仓了2个带杠杆的指数2月卖出以后，除了特斯拉，他持有的美国6大科技巨头的公司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微软和英伟达他说遗憾的是怕错失人工智能时代，另外想着发生新的地区战争是太小的概率事件，很快又买回去了，导致净值回撤较大。虽然他对外披露对美股的立场一直很坚决，其实东方港湾在具体的私募产品的管理上还是有调整的，并不是持股不动稳拿英伟达。在这轮美股的下跌中，但斌有过犹豫和大幅的减仓，但最后还是做了一个波段以后又一次买入导致了年内亏损幅度较大。不过即便是按照但斌的复盘，似乎也无法解释为何但斌上述产品2月14号开始净值曲线一路下跌至区间跌幅为 27%。 你要知道在同一个时间区内，英伟达的跌幅仅为 20%， 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约为 13%。 即便是减仓后再买入，这个 1.2 倍以上的英伟达股价的波动的跌幅还是很难让人明白原委的。对此呢，业内是这样说的：但斌持有的部分波动幅度远大于英伟达的美股小盘的科技股导致了跌的比英伟达还惨。但斌减仓后又一次抄底，再次用上了杠杆投资工具，且仓位不清，以至于组合出现明显的回撤是吧？所以说但斌的这个净值，有人提醒也给资管机构提了个醒，说即便是拥有宏大的投资主题，如何控制组合中的风险，善用金融衍生工具仍然是影响投资生涯的关键的举措。尤其是集中投资重仓几个公司的做法，很容易在公司的基本面出现剧烈波动时，让投资者陷于加速抛售或坚定持有两难的囚徒困境之中。在给投资者挣大钱以及让投资者心脏压力剧增之间这个投资经理还有很多的修行可以自己去修炼的，就是不行，这家伙的心态不行，投资的心态不行，你知道吗？那到底这家伙具体是怎么回事这家伙呀，有这个业内的人士给透露了，我的粉丝给我发过来了，说是这样的但斌的私募产品在4月4号的时候不算这几天美股中的暴跌，就已经最高回撤了 50%， 这2天过后估计要回撤超过 60% 了，有点不可思议对吧？它怎么这个大于纳斯达克的回撤的4倍的呀，3倍的呀？原来一查，它在最高点
居然通过杠杆重仓了3倍做多，加码了科技股。这类杠杆工具在市场下跌时加剧亏损。3倍做多英伟达的衍生品，这个年内跌幅达到了 50%。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朋友们你可别忘了呀，这可是在暴跌第一天的时候那如果算上这2天，再加上今天的美股的黑色星期一的话，他做了3倍的杠杆，那他的这个基金基本上就爆仓了，私募基金基本上就爆仓了，清盘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它下跌已经超过了 70% 到 80% 了。一般的来讲，下跌只要是超过 60%， 私募基金就清盘了，强制清盘了。这2年他即便是挣的那点管理费就是大概也挣了几个亿的管理费吧。根据私募基金的规矩，他要第一时间拿出来补偿投资者的，就是这家伙可能会是倾家荡产，而且还负上了几个亿的巨债。如果按照他的透露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这样只能说这种直人的思维和做空自己祖国的投资行为一点都不像时间的玫瑰和价值投资，也完全没有和他口里边的师傅巴菲特学到精髓人家巴菲特是卖，几乎手里边全都是现金，而但斌呢在买，大概率的加杠杆买，可怜的投资人的钱不是钱最终还是他带领爱他和支持他的那些精美的公知直人去给川普做接盘侠了呀。该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